我宣布，首届永昌集团留学资助的人选是徐华生同学。不就是比我早申请上麻省理工吗？神气什么？你干什么？我资助你，你居然打我！老子打的就是你！上一世，我满怀热血出国留学，一心想把先进技术带回祖国，可没想到这一出去是整整50年，以黄永昌为首的假洋鬼子，为了把我留在国外，恶意烧毁我家厂子，切断我的所有经济来源，又逼得老师心脏病发，为我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华国人也想研发芯片，再等100年吧。我苦心钻研，受尽了嘲讽，最后就连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保不住。你吃米国的饭，用米国的设备，研究成果当然是米国的。直到油尽灯枯，他们才肯放我回来。徐老，你已经几天几夜没休息了？快一点，再快一点，要来不及了。徐老说什么来不及了？徐老，你怎么了？差一点，就差一点，研究成果就可以。残忍，暴力狂！我要取消你的资助资格！老天让我重活一回，上一世欠华国的成果，这一世我要全部还上。现在是1990年，科技浪潮刚要翻涌的年代，这大事得争。听到没？我要取消你的资助资格！取消就取消，老子本来就不打算去留学了。检测到宿主爱国意愿强烈，2035国家战略资料库已绑定，可随时调取未来所有科研资料。信不信我让你永远去不了米国？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么年轻的宋老师，我已经30年没见过了。听说老师去世时候还念叨着我的名字。现在知道怕了，别哭了。没事儿，有老师在呢。华生，你和黄老板有矛盾的话，可以找我私下调解，怎么能当众动手呢？你忘了你申请学校的时候说的了？老师，我没忘，我说过要把国外的先进知识学回来，报效国家。可惜上辈子我虽然出国了，却没能做到。那为什么要这么做？现在黄老板很生气，你好不容易……老师，我不去留学了。你说什么？你疯了？多少学生想出去？你忘了你学的是半导体了？我们国家这方面孱弱，老师希望你学到真本事，回来报效国家呀！老师，我明白，可是不出国，我也能报效国家。这是芯片设计图，这小子究竟有多天才，竟然能手搓设计图？这是一款家用影碟机的视频解码芯片，有了它，只需要一台电视，家里就能变成家庭影院。这东西确实是市场空缺，但比起这些家用的东西，咱们国家缺的是更高端的技术。你难道就要因为这个放弃留学吗？老师，有些事情不是多一个科学家就能解决的。咱们华国现在缺的是相关产业，只有把基础产业做出来，才能谈未来的高端技术。产学研一体，产是最重要的。老师，就算我出国，短时间内也无法接触高端科研，国外的人都防着我们呢，而且国外歧视不断，我就算研究出来，也不会让我带回国的。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说的好像你经历过一样。不都觉得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吗？我可不是都经历过。外国的月亮圆不圆我不在乎，我发誓，一定要让华国的月亮最大最圆。好，我就知道我的学生不会差。走，跟我去实验室。成了，成了！没想到徐学长真能手搓一台播放器啊！对了，乔学长呢？乔学长不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这时候居然不在。他当然不在了，这几天都在舔那什么黄老板呢。徐学长不去留学了，倒显着他了。
华生，也许你是对的。老师，我坚信未来是属于我们华国的。国外有的东西我们都会有，国外没有的东西我们也会有。老师相信你，这个样品你带回去吧。好，老师，我还想麻烦您一件事情。VCD 的专利目前我还没有注册，我知道你在海外也有认识的人。你整理一下其中的专利技术，这件事交给我吧。影碟机只是开始，想要把国家战略资料库里的东西落地，最缺的还是钱。现在第一步，赚钱，抢外汇。30年了，我终于又回家了。儿子，你不是该在学校吗？怎么回来了？妈，儿子是不是在学校受委屈了？儿子，你咋回来了？被黄永昌拦着不能回国，上辈子连他们最后一面也没能见到。多大的人了，怎么回来看爸妈还哭鼻子啊？是不是因为要去留学，心里难受？爸妈，我不去留学了。不去了？是不是有人抢了你的名额？我去学校找他们去。没事儿，不就是去留学吗？不能公派，没人资助，大不了爸把厂子卖了，也能供你。是我自己不打算去了。不去也好，米国这么远，来回多不方便啊！我还听说那边人人有枪，你再有个3长2短，你妈还不吃了我啊？不去就不去，爸养你。别看咱家厂子不大，但是每年赚个几万不成问题。你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干嘛非要上学呀？你爸我小学都没毕业，不一样赚钱。爸，我想去厂里看看。去厂里干嘛？厂里有啥好看的？又脏又热的。爸，我之所以不去米国，是因为我有一些打算。我研发了一款产品，未来肯定会热销。我想看看咱家的厂子能不能生产。儿子，什么产品？有样品吗？成本多少？有多大的利润？有什么事儿不能进去说？一聊生意，什么都忘了。大热天的，再热到我儿子。对，进去说，进去说。这黑乎乎的一坨是什么玩意儿？能赚钱？这是一款 VCD 影碟机，可以直接连接家用电视，播放光盘。目前市场是空白的，全球都没有这类产品。全球都没有？现在的放映设备又笨重又贵，普通家庭根本就买不起。这东西要是能量产，能直接把录像厅给干翻了，咱家要发了。不是要发了，是要引领时代了。媳妇儿，你觉得如何？咱家本来就是干电子厂的，咱儿子这么自信，你们爷俩看着办呗。做生意我又不懂。那万一要是赔了，这次可就倾家荡产了。我手里的那些钱根本不够，只有把厂子抵押出去贷款，可能才够启动资金。倾家荡产就倾家荡产呗，又不是没有倾家荡产过。反正儿子也大了，咱俩2张嘴有饭吃就行。儿子，我觉得这是门好生意，咱们现在就开干吧。爸，急不得，目前 VCD 的专利还没有注册完毕，必须等注册完毕后，我们的产品才能亮相。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差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爸，你知道一张这样的光盘需要多少钱吗？就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啊？最多5块10块的。爸，翻10倍你都买不到。目前市面上的正版 CD 光盘价格是100多一张。100多？这么个小玩意儿，他们怎么不去抢啊？他们就是在抢啊！欧米不就是一直这样封锁科技，用技术差距掠夺华国财富吗？我看这东西成本看起来也不高啊。的确不高，如果大规模生产的话，一张的成本也就几毛钱。不过里面的内容是有版权的，虽然现在没人管，但我们不能做这种侵权的事。没事，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找人来弄，你就瞧好了吧。好，不过爸，
这事儿我们千万不能沾手。我这里还有一件自己设计的小商品，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用这件产品赚点钱，特别是外汇，顺便打响一下咱们的名气。还有，没错，这玩意儿我叫它空气炸锅。这玩意儿不就跟烤箱差不多吗？能有人买？爸，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很多人做饭不是烤就是炸，天天跟喝油似的。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注重饮食健康。那和空气炸锅有啥关系？用空气炸锅做出来的食物，油脂可以少60%以上，简单好用，只要宣传得当，肯定能大卖。不过这玩意儿没什么技术含量。没技术含量？那被人抄走了怎么办？抄就抄呗，我反正会注册好专利。咱们华国的人工便宜，欧米就算生产同类产品，价格肯定比咱们贵不少。如果在国内建厂，也会比我们慢很多。等他们生产出来，我们都去搞别的产业了。把我脑袋里的东西一个个落地，要人，要钱，只靠一个空气炸锅还不够。儿子，你又在画什么？爸，除了空气炸锅，我脑子里的好东西还多着呢。电子厂现在的产品可以这么改的。儿子，你简直是个天才！天才算不上，我只想赚钱，有了钱才能做出更多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让国外那些豺狼不敢妄动。老板这是要把厂子给少东家了，名字都换了。我看不像，没看到老板什么都没说吗？不是就好，少东家看起来毛都没长齐，20出头，懂啥开厂子啊？咱们厂子要是给他，指定得火。儿子，你真不要厂子？现在厂子的新技术都是你提供的，给你我放心。不了爸，我还年轻呢，厂子还需要你坐镇。我的心可不在做生意上，我真正要做的是能影响华国未来的东西。开工！怎么了？不顺利？儿子说去广交会宣传，我还以为报名就可以，大不了交钱，结果都给我说现在展会那边早已满了，我们的产品又只有一个，人家根本不通融。这可怎么办啊？儿子不是说这玩意儿在国内市场不大，仅仅靠国内市场是不行的，不卖到国外，咱们这空气炸锅不会都砸手里了吧？妈，没事，不能进去参展，咱们可以在外面啊。在外面怎么搞？你小子现在花肠子挺多啊，印象中这小子挺内向的啊。什么情况？张副厂长点名要脸蛋漂亮、身材好、个子高挑，要是会点外语最好的。这是要给老板找小蜜？找小蜜？有把老板娘一起叫来选的吗？小丽，带他们去定做一套衣服，衣服要职业一点的，就按照空姐的衣服去定做。对，我这里还有一份草图，你交给做衣服的，然后你再去找个化妆师，到时候让化妆师给他们化一下妆。徐总，你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我可是正经人。想什么呢？是咱们厂接下来要推出一款新品，本来我是准备拿到广交会上去展出，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能弄到展台，所以我们就想了个方法，咱们直接在广交会外面推销咱们的产品，你们呢就是咱们厂的临时推销员。对，你们放心，推销产品这几天每天给你们补助30块，不过到时候你们可不能掉链子，必须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保证完成任务。这衣服，这气质，他们是空姐吗？好漂亮啊！不知道啊，空气炸锅是啥玩意儿？我也不清楚。不过这个华盛电子最近风头正盛啊，国外卖的随身听、BP 机居然也都被他们弄出来了。徐华胜，你不愿意去留学，原来是找了这么多女朋友啊！阴魂不散！我们的大学霸怎么在这儿摆摊啊？我还以为这些漂亮女人是你女朋友呢，
也是，你哪有实力找这么多女朋友啊？有事说事儿，别在这耽误我干活。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傲气。告诉你，永昌集团已经决定资助我，在我申请学校的时间里，我就在黄总的公司里实习。实习就实习呗，跟我有啥关系？徐同学，你有没有兴趣也来我们集团实习啊？我打了你，你还想招我啊？这徐华胜可是个天才少年，少年班出身，现在在燕大的研究生里也是佼佼者，科研能力极强。这种人才，我可得搜罗回米国。徐同学，我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你了，但是我的爱才之心不变。你要是愿意跟我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你这样的天之骄子，不应该在这儿打零工。黄总，咱们不是来参加广交会吗？你怎么招揽这个打人的混小子啊？不必，永昌集团我高攀不上。大家好，今天我们华盛电子是来祝贺广交会开幕的。这是我们的新产品空气炸锅，方便好用健康。这是空气炸锅刚炸出来的薯条，大家可以尝一尝，免费品尝啊！不识抬举，冥顽不化。黄总，这小子就是烂泥扶不上墙，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空气炸锅是什么东西？小玩意儿吧，国内厂家就是这样，经常抄袭一些国外的产品，瞎鼓捣。这东西看样子是抄袭烤箱的吧？这东西不是嵌入式的，不会是抄袭了黄总您带来的便携烤箱吧？就这一个空气炸锅竟然卖199元，跟我1个月工资一样多了。199元买个空气炸锅，不能炒菜，不能炖煮，就能炸个薯条，弄个鸡翅，不划算啊！这玩意儿才卖199，比咱们烤箱便宜好多。哼，卖的再便宜又怎么？华国这些穷鬼可看不上。哼。So fragrant. David! 黄 Long time no see. Delicious. David, our oven makes better food than this. Take me see it. 等等，等什么等？人家老外说话，你听得懂吗？就敢拦人？徐同学，这位戴维先生是我都不敢得罪的贵客，你别在这里动手动脚的。如果他出了事情，你影响的就是两国友谊了。黄永昌这么重视这个戴维，那肯定是大肥羊啊！不能把他放走了。许同学，放手！别在这儿耽误我和戴维做生意。怎么，广交会改姓黄了？我现在也在做生意。就你，毛头小子一个。再说了，你一个打工的，凑什么热闹？戴维听不懂华国话，你快放手！徐华胜，黄总都说了，戴维先生是贵客，想卖你那个破东西回村里卖去。哼，我们做的可是国际生意，你他妈能听懂吗？ What are you guys talking about? Do you know one another? 你听得懂戴维的话？不就是英语吗？又不难。黄总，他绝对是装的，乡下出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听得懂英语？Mr. David, oven-baked food isn't as healthy as this one. 你怎么会英语？胡说的吧？他不是胡说，这一口标准美式发音，跟在国外生活了多年一样。怎么可能？我一直自诩比徐江青更时髦，更适合去米国留学，没想到就英语，他竟然就比我好这么多。This is pretty fun. Forget air fryers entirely. They're just copying our ovens. David, let's head over to our exhibition booth. Mr. David, air fryers are way better than electric ovens, and the food make taste much delicious. Uses very little oil. 徐华胜，你给老子闭嘴！别逼我把资助燕大的资金停了！徐华胜，你到底说什么了，让黄总这么生气？黄总，你东西不如我们华盛，就拿资助威胁，是不是太下作？ Healthier?
Less oil? How much is it? I'd like to talk about cooperation with you. 这小子有什么能耐，居然这么容易就说服戴维了？那可是沃氏超市的采购经理呀！说服什么，黄总？沃氏又是什么？全球第一的商超，还没进华国市场呢，这都不知道。乔然，你还是别去留学了吧。我听这意思，这小娃几句话就敲定合作了，还是跟外国人。会是托吧？这空气炸锅真有这么好？黄总，现在怎么办？谈成了又怎么样？还不是个打工的。小盛啊，你别给别人做嫁衣啊，卖出去你也分不到钱不是？这家老板给你多少工资？我给你双倍。不好意思，多少倍你都请不到我。华盛这名字，你就没点别的想法？什么别的想法？华盛最近确实异军突起，都在传他们做出来的很多产品比国外还要好，甚至还有传说中的影碟机技术。不过那个老板徐大宝是个傻切，我要给他钱买厂子，他死活不干，后来连见都不见我了。徐同学，你是觉得华盛电子更有前途？你这么想就错了。一个民营的电子厂，没技术，没资金，跟我们永昌集团没得比。就是，这破电子厂就适合你这种废物待着。怎么？听这位同学的意思，华盛电子很不怎么样啊？你谁啊你？一个民营的破电子厂肯定不怎么样啊！不要说和黄总的永昌集团比了，就是和国内的国营厂子比都比不上了。黄总，你也是这么认为的？我爸怎么会认识黄永昌？我可是听说黄永昌恶意收购了不少华国企业，导致许多华国企业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徐总，这小子口无遮拦，我绝对没有此意，不知道和贵厂的合作可不可以？再说吧。徐总是吗？这个徐华生之前可是永昌集团的资助对象，现在恩将仇报，之前还打了黄总，这种货色，你还要把他留在你身边吗？没想到这个乔然还挺上道。我怎么不知道？我儿子之前还被永昌集团资助了。儿子，你是这空气炸锅的少东家？没错。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徐华胜是个穷小子？我也不知道啊。徐华生在学校里天天啃馒头，衣服都洗得发白了，奇怪又是在山里，我以为我是穷小子是吧？我这个人就是单纯节约，醉心研究，哪像你，天天研究穿什么吃什么，就是不研究技术。黄总，你要去哪儿？怎么走了？你懂什么？赶紧走！现在乔然和徐华胜呛起来了，我在那儿也尴尬。倒是没想到徐华胜竟然是华盛电子的少东家，这倒是个机会。徐大宝是只老狐狸不理我，他儿子可还是个学生。爸，你是怎么认识黄永昌的？谈不上认识，就是他老是有意无意的提到想要收购我们厂子。爸，你不会同意了吧？他收购的厂子每次都只偷技术和市场份额，转手就被他扔在角落了。当然不可能，你老爸又不傻，咱们手里可是有不少金疙瘩，给这种披着华国皮的假洋鬼子做梦呢。那就好。徐，咱们的订单还没继续谈呢。你会中文？一点点。我们说正事，空气炸锅多少钱？60美元，离岸价。60美元？这铁疙瘩也太值钱了，这老外傻了才买吧？嘘，太贵了。戴维先生，不贵，就看你有没有兴趣赚一笔大钱。戴维，我可以聘请你帮我们宣传，给你1半的利润。你想想这款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空缺有多大？假如能卖1000万台，一台就算你只拿1美元的分红。我愿意。徐，你放心，沃氏肯定会和你签订货合同的。说不定我还会为你带来其他惊喜。那我就拭目以待了。儿啊，是不是给这个戴维太多了啊？为什么咱们不自己组建销售团队呢？爸，我们现在没这个资源，也没这个人脉，销售团队以后肯定是要组建的，但是这需要时间，还需要钱。戴维是沃氏的采购，他在欧米的人脉比我们多了。再说了，对于我们来说，空气炸锅只是开胃菜而已，让他先吃点甜头，只有足够的利益，才会让这些人疯狂起来。大餐都还在后面呢，我现在就想快一点，再快一点。那些高端芯片还有军工产品都等着落地呢。反正你爹我不懂，不过有你在，我相信一定行。这
这都第2天了，除了来吃白食的，也没人买呀。少东家好像一点都不急的样子。徐同学，不忙吧？忙得很。明明都没人，忙什么？我来是跟你道个歉。道歉？太阳哥西边出来了，这狗东西会跟我道歉？我虽然不知道我哪儿得罪了你，但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愿意先跟你道歉。没想到你个堂堂老总竟然还愿意放下身段。说吧，你想干什么？我猜你这少东家的日子不好过吧？这是给我打亲情牌，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我知道徐总是个专横的人，想必你留下不愿意去留学也是你父亲的主意。我想跟你合作，给你注资，你呢也可以做自己的产品。这是图穷匕见了啊！走不通我爸，想来走我的路了。实话告诉你，不是我爸不让我留学，是我看你恶心，因为你，我不想去了。这小子是跟我过不去了吗？别硬撑着了，你这儿哪有订单啊？怎么没有？订单不就来了？徐，卧室要订购100万台空气炸锅。山姆，卧室采购主管，他怎么来了？还要订购100万台空气炸锅？怎么可能？不过徐，这个价格离岸价60美元，还有没有优惠？离岸价60美元，比我的烤箱还贵。许华胜，你疯了吗？这个价格，想必戴维先生已经跟你说好了。山姆先生，这空气炸锅可比不上我们的烤箱，我们烤箱更便宜。徐队吗？我要订购1万台，60美元一台，我愿意支付。No， 徐，给我们要10万台，我们要50万台。都别急，先登记，货源有限。怎么这么多人要订购空气炸锅？戴维，难道你把我们卧室要采购空气炸锅的消息传出去了？我的头，我当然没有。空气炸锅这种好产品肯定是人人想要的。余华胜，你究竟有什么本事，竟然真的能让卧室还有这么多商超都要采购你的破空气炸锅？徐，我们老大想跟你单独谈谈，可以吗？儿子，咱们摊位咋了？围了好多外国人，叽叽哇哇的，我都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山姆先生，这位是我们老板徐大宝。爸，这位是卧室的采购负责人。你好。别寒暄了，价格就按照你们说的价格，离岸价60美元，100万台。不过你们必须保证优先交付给我们，在我们的货没有交付完毕之前，不允许给其他人交货。合同我已经拟好了。多少？100万台，而且这还是第一笔订单。如果销量可以的话，我们还会再追加订单，但你们必须优先给我们交货。山姆先生，没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谁先下订单就先给谁发货。这一局，卧室先胜一步。至于百思的货，你什么时候能够拿到，那就看华盛电子厂的产能了。这一把发了。黄总，你在干什么呀？我看这空气炸锅也挺有意思的，我家正好需要2台。那就多谢黄总的惠顾了。儿啊，这个黄总一看就不安好心，咱们真的要卖空气炸锅给他吗？万一他抄了咱们的技术，我就怕他不抄。什么意思啊？专利我已经申请完了，等他抄走，等待他的是天价赔偿金。儿子，聪明啊！我的空气炸锅！黄总，我找不到你，您居然去买徐黄生家的空气炸锅了？怎么？我买什么东西还要跟你报备？黄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徐黄生，他屡次驳了您的面子，还打过您，我是替您。别说替我，你是替你自己。我的空气炸锅要是摔坏了，钱就从资助你的钱里扣。黄总，罗主任，这次展会的成交金额很不错，到目前为止，
成交金额已经突破50亿美金了。哪怕今年广交会改成了1年春秋2次，这次的秋季展会成绩还是很不错的嘛。只可惜出口的产品少啊。是啊，出口的大多是工艺品和一些原材料，价格便宜，而进口却很贵，都是一些国家建设急需的一些先进的设备。多少廉价商品才能换回这么一套东西啊？差距，这就是华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啊！这种差距大得让人绝望。现在海外那些国家又把科技锁死，一点缝都不愿意留给华国。罗主任，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什么时候华国才能有像样的高科技产品？什么时候华国才能用高科技产品赚外国人的钱啊？罗主任，罗主任，小张，什么事这么慌张啊？罗主任，大事儿，大事儿！米国的沃氏和百氏的人想请我们做一个担保，他们要向我们国内的一家企业采购一批家电，总价值1.8亿美金。什么？因为是第一次合作，他们有点不放心，所以想请我们政府做个担保。你说多少？1.8亿美金？你确定没听错？不是1800万美金，是1.8亿。没错的，罗主任，就是1.8亿美金。他们要向华盛电子采购一批空气炸锅，一共300万台，每一台空气炸锅的售价为60美元。现在他们3方都在我的办公室呢。那还等什么？会议室，把人都给我请到会议室去，我马上来。好。罗主任，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太高兴了。1.8亿美金，而且是出口到米国的产品，这是外汇啊！你知道国家现在多缺外汇。这个华盛电子争气，太争气了！华盛电子和沃氏、百氏的合作正式成立。儿子，我怎么还觉得晕乎乎的呢？300万台、上亿美元的订单就这么成了？爸，不是做梦，是真的。徐总，你实话告诉我，你们有没有骗外商？你要知道，这交易金额这么大，如果你们是诈骗的话，那可是要吃枪子的。罗主任，沃氏和百氏他们又不傻，他们如果不做好考察，不看到实际产品，怎么可能这么着急的下订单啊？也是，更何况是先付钱后拿货模式。不过，这个所谓的空气炸锅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徐总，我能去你们厂子看看吗？儿子，行吗？当然可以，我们华盛电子热烈欢迎罗主任去参观指导。徐总，你们这工厂规模能保证魏商的产品供应吗？糟了，我光顾着激动，没考虑过我们厂子的产能啊！罗主任，实话告诉你，不能。什么意思？不能保证产能？那你们还敢和外商签合同？要是交不出货，我也得跟着吃瓜喽！罗主任，您别着急啊，我有办法。什么办法？这就需要罗主任帮忙了。我帮忙？我能怎么帮你？我连空气炸锅是什么都不知道，还能给你把货变出来啊？不需要您变。罗主任，您说咱们国家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想说什么？我想说，咱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体制，咱们可以统筹生产。我没有工厂不要紧，其他企业有啊。现在咱们国家效益不好的工厂不少，我们华盛电子接的订单再转包出去，不就行了？转包？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空气炸锅，你找谁给你做？放心吧，罗主任，我们已经把所有零部件的规格、工艺要求等资料都列好了，只要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符合我们的标准，那么我们华盛电子就给他们钱。感情你早就想好了，搁这儿给我空手套白狼呢。钱是沃氏和百氏出的，产品是其他企业生产的，华盛电子厂什么都不干就躺着赚钱了。罗主任，这怎么能叫空手套白狼？我们的产品可是自己研发的独家产品，这种模式叫代工模式，这在国外很常见嘛。上辈子无数华国工厂都沦为代工厂，这辈子我不能阻止其他企业发展，但是要代工就代工我们华国自己的产品。这种模式在国外确实很常见。是啊，罗主任，我儿子说的对，只有掌握核心科技的公司才能真正的赚大钱。就好比空气炸锅，我们有核心科技，沃氏和百氏就心甘情愿先交钱。不仅如此，我还可以让下面的代工厂
也心甘情愿为我们代工，甚至先垫付材料钱。小徐总，我承认你很聪明，但是你也不应该说大话，这怎么可能？他们自己都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有钱给你垫付材料钱啊？如果我给他们用美元结算，哈哈，你小子心眼也太多了。行，代工的事情我来搞定。儿子，啥意思？罗主任咋就答应了？因为咱们华国缺外汇啊。你这儿子生得好，我都佩服啊！那当然，罗主任，生产车间看得差不多了，走，我带你去看看展品。外形漂亮，做工精致，一看就上档次啊！怪不得百事和卧室都抢着要。罗主任，空气炸锅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球注册了专利，专利保护期20年。在这20年，如果没有我们的授权，任何一个品牌都不能生产空气炸锅。这些都是外汇呀，罗主任，300万台的订单只是一个开始，一旦打开市场，再加上欧洲、日韩等国家，2、3千万台也有可能。3000万台，每一台60美元，那得多少钱啊？18亿美元。罗主任，这还是每年的销量。每年18亿美元，这简直是天文数字。罗主任，我们公司还有一款比空气炸锅更厉害的产品，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去看看？还有新品，快带我去看看！罗主任，你先别急，我有事情得先跟你说好。你小子又想怎么坑我？罗主任，你别瞎想，我只是想说，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必须保密，所以只能你自己看。这款产品是我们公司接下来的战略级产品。这小子一直嬉皮笑脸，什么产品能让他突然这么严肃？我答应你，产品在哪里？我家。那还等什么？走啊！儿子，老公，你们怎么回来啦？不是说去广交会了吗？是去了，这不把广交会的负责人罗主任都请到咱家了。罗主任，别寒暄了，产品呢？我们公司的战略产品就是这个 VCD 机。VCD 什么东西？VCD 影碟机是一台光盘播放设备，直接和电视连接就可以用了。相对于传统的雷射放映机，不仅个头小，价格还便宜，更适合家用。没想到我们国家也能做出这样的好东西，这东西国外都没有吧？没有。而且罗主任 ，VCD 的核心是视频解码芯片，这可是真正的半导体技术。罗主任，你应该知道高端半导体芯片代表着什么吧？它可不只是能做 VCD 机，在军工的领域。你确定是半导体？没错，你们华生有这种技术？芯片可是上面最希望我们能在海外采购的东西，可惜没有一家海外企业愿意大量卖给我们。没想到，儿子，罗主任怎么突然就哭了，怪瘆人的。这是每一个希望华国崛起之人的眼泪，我曾经也流过这样的眼泪。这 VCD 利润如何？市场如何？ VCD 在欧米最少也能卖到500美元，而我们的成本不会超过200美元，仅仅在国内恐怕就有几百亿的大市场。如果是全球市场的话，那就更多了。这市场容量，小徐总，你们就这么有信心？罗主任，空气炸锅就是最好的例子，好产品是不愁卖的。500美元咱们感觉很贵，但是在欧米那些发达国家，也就半个月的工资而已。花半个月的工资买一台 VCD， 如果是你会买吗？如果我买得起，肯定会买啊。罗主任，您别激动，这其中的难点其实也不少。什么难点？芯片制造最大的难度其实就是产业链的问题，还有工艺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芯片制造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态度问题。态度问题？对，不是企业态度，而是国家态度。要看国家是否愿意打造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是否有冲击高端制造的决心和勇气，是否有破釜沉舟的魄力。没有这些东西，仅仅靠一个企业很难。小徐，你们需要咱们国家为你们做点什么？国家
一直也想要布局这些产业。罗主任，我们需要产能，我们需要前期大量的备货，等时机成熟了，我们会在全球大规模的投放广告进行营销，然后快速投放我们的产品回笼资金。你想要我替你申请调动资源，帮助华上电子统筹生产？老公，我们儿子和徐主任说话，我怎么听不太懂？我也半懂不懂的，反正我知道国家是支持我们儿子的。没错，国家是支持你们这样的企业家。小徐总，你放心，我这就去打报告。徐总，出事了！小丽，怎么了？咱们厂子着火了！怎么就突然起大火了？咱们厂子这么多新品，还签了不少订单呢，现在可怎么办？妈，你别担心，订单的事情我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刚刚路上你爸还跟我说，咱们签了上亿美元的订单，要是交不出货，卖了我们也赔不起呀。能不能解决订单，就要看罗主任的了。好，我现在就帮你联系。究竟是谁？我徐大宝做生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从来没得罪过人，谁对我这么恨，要一把火烧了我的厂子？还能有谁？跟上辈子如出一辙的做法，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是黄永昌。上辈子这种烧杀抢掠、抢华国厂子的事情，他可没少干。不过，这辈子我可不是任他宰割的小研究员了。我已经安排好了，等会儿徐总、小徐总，你们就跟我飞电京。罗主任，你让我儿子去就行了。现在厂房被烧，我得处理后续工作，工人要安抚，还要重建厂房。小徐总这么年轻，能行吗？别看我儿子年龄小，做生意可比我这个老头子厉害多了。去广交会外面摆摊，空气炸锅、VCD 的技术发展方向，可都是我这儿子想的。都是他。之前只觉得这小子有点能力，没想到华盛电子真正的掌控人竟然是他。小徐总，你看起来也才20出头吧？刚刚20，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那小徐总，你立刻收拾行李，跟我去燕京。好，你小子答应的这么快，不让我给你家厂子做主，这么大的火，我看不像是意外啊。不用，涉及黄永昌这种外商，你也做不了主啊。等到了燕京，我自有办法。事情搞定了，搞定了！那火烧的绝对让华盛电子毛都剩不下来。好，把你们厂房烧了，看你们怎么嚣张！不过黄总，我烧厂房的时候，听说徐皇胜和徐大宝都不在华盛电子，可惜了。可惜什么？要是一把火能把他们都烧死就好了。烧死？那太便宜他们父子了。小的敢当众对我动手，大的敢屡次拒绝我，这个仇不报，真当我黄永昌是面团捏的。黄总的意思是，他们不是签了1.8亿的订单，厂房烧了，交不出货，到时候肯定会被沃氏和百世索要天价赔偿。况且沃氏和百世的交付已经开始了，他们交不出货，那也只能买我的货了。黄总，你可太聪明了，你还要多学学。空气炸锅的技术已经被我的技术员研究清楚了，你去通知我的厂子，加班加点，能生产多少生产多少。好。怎么，紧张了？罗主任能不紧张吗？我才20岁啊，虽然上辈子我活到快70岁，但见大人物还是头一回。我还以为你是孙猴子，天不怕地不怕呢，在我面前，你可从没有紧张过。罗主任也谈不上紧张，就是有些害怕我的一些言论让国家走了弯路。毕竟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好。这小子有才华，有能力，有担当，还爱国，这样的年轻人才是华国的未来呀！你也别罗主任的叫了，我看你和我闺女大小差不多，要不你平时叫我罗叔吧。我在广府负责外贸，以后你们华盛电子有什么需要我解决的，你直接给我打电话。行，罗叔，那我就不客气了。潘老，事情就是这样。哈哈哈哈！年轻有为，年轻有为啊！1.8亿，华国第一次有这么大的订单。小徐，你很不错。潘老过奖了，未来华国商务的一把手
居然就这么坐在我面前，好像在做梦。潘老，今天小徐还带来一件重要的产品，小徐，你给潘老说说吧。潘老，这是我们公司准备的下一件产品。这铁疙瘩是？潘老，这是 VCD 影碟机。这种小型化的影碟放映机市场很广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精神需求方面肯定会增加。这样的产品目前在国外售价如何？潘老，目前国外没有这样的产品，这 VDD 是华盛电子独家研发的，目前已经在全球注册了专利，全球独一份啊！小罗，你没骗我，如果是全球独一份，那么这生意可就大了去了。这事儿谁敢胡说呀？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这么着急带着小徐来找你。潘老，我觉得这件产品运营好了，不仅能够让我们赚取大量的外汇，还能带动国内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同时还能当华国在科技领域的一张名片。你们来找我，想让我干点什么？潘老，我们来有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公司产品的统筹生产。你刚刚也知道了，华盛电子的厂房被烧。我知道，居然有人敢对咱们华国工厂点火，真是不知好歹。小徐，你放心，这事儿我会追查的。多谢潘老。不过我想要的其实是借助咱们国家的体制优势和兄弟单位合作，用最短的时间生产最多的产品，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投放市场，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取最大的利润。这个没有问题，在统筹生产这方面，咱们还是有优势的，我来安排。那第2件事呢？第2件事情是 VCD 最核心的零部件解码芯片，我想看看咱们国内是否能够完成这款芯片的生产。小徐，我也很想帮你。芯片光刻机其实很早就登上咱们国家的采购名录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给我们。我知道咱们国内目前半导体产业很弱，但是我觉得咱们国家有这么多聪明的人，一定能够突破。我们连原子弹导弹都能造，难道一个光刻机就造不了吗？潘老，你难道对我们华国没信心吗？小徐，你怎么跟潘老说话呢？潘老，你别生气，别听这小子胡咧咧，年轻人年轻气盛。我没生气，我只是没想到小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才是真正未来华国的脊梁。他说的没错，咱们国家连原子弹导弹都能造出来，难道一台民用的光刻机造不出来吗？小徐，你继续说。潘老，半导体产业是高端制造业，投产比非常高。如果我们现在不投入，只想着去购买国外的芯片，未来恐怕技术差距会越来越大。等到几十年后，我们经济起来了，也就是说，未来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却发现芯片受制于人，这不仅仅会让我国每年损失很多钱，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潘老，有这么严重吗？有的。罗叔、潘老，你们觉得未来的世界军工格局核心是什么？装备、大炮、原子弹？对，也不对。装备固然重要，但是核心是统筹。未来的战争不是谁的枪口大，谁的兵多，而是谁会调度，谁掌握信息。军工电子是国防装备的神经中枢，也是信息化战争优势的核心，而芯片就是推动咱们华国军工产业步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关键。这小小的芯片，这真的有这么重要？当然。说的言之凿凿的，这么一个小娃娃说军工，总觉得是在扯大气。果然，我现在爬得还不够高，罗叔不会信我，更多的上面的人不会信我。只是上辈子这一切我都经历过了，我只能一步步证明自己，才能真正让华国不落后、不委屈。小徐，就当你说的都是对的，可咱们国家缺钱啊！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全国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老百姓富起来。半导体产业很重要，但前期投资也大，我们拿不出来这笔钱的。潘老，如果我们公司愿意出钱呢？如果我们出钱，国家能不能在人才方面给予我们一定的支持啊？我赚钱不就为了这个吗？你要拿钱投资半导体，这钱可是笔巨款。我知道，潘老，我们公司的空气炸锅销量应该会很不错，如果产能跟得上，未来还能赚不少钱。这小子之前给我画过饼，说光是空气炸锅每年就有18亿美元利润。你说多少？罗叔说的没错，这是保守估计。潘老，钱不是问题。如果国家这边愿意帮助我们联系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我愿意花钱去研发光刻机，布局半导体产业。虽然我脑袋里有技术资料，
但是缺人啊！就算把那些技术资料拿出来，也需要人来消化，来变成产品。我们国家绝对不会受制于人。好，就凭你这句不会受制于人，我来安排。不过嘛，你先赚到能投资半导体的钱，我才好行动啊。毕竟这种产业让民营企业牵头还是第一次。我明白的，潘老愿意等我就好，多谢潘老。兄弟，你要一直跟着我吗？首长，潘老让我保证你的安全。大哥，不用叫我首长啊，我也不是什么首长。好的，首长。随便你吧。不过我去找我老师，有些话可能不是很方便你听。我明白，我只负责守徐先生的安全。潘老说了，让我24小时听你调遣，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个普通人，安排特勤这么保护我合适吗？首长，我已经退伍了，保护您不属于那种范畴。好吧，你先别在明面上跟着我吧，这样太显眼了，反而更像是告诉其他人我很特别。好，我明白了。这么年轻的首长，反侦察意识怎么这么强？我见过的那些二代，要是有机会被保护，鼻子都翘到天上去了。这位却如此波澜不惊，还想要低调。哟，这不是咱们徐学长吗？哼，不是回家当老板了吗？难道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当不了了？他这意思，厂房着火他也参与了。他就是徐华胜，听说他拒绝了去麻省理工的留学名额，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去，难道脑子出问题了？肯定是，这可是麻省理工啊！毕业后直接留在米国多好。听说米国普通洗盘子的人一个月的工资能有几千美元呢？几千美元啊！乖乖，在国内你敢想吗？夏虫不可以语冰，这些人还停留在月亮还是外国员的阶段呢。等着吧，快了，华国科技很快就会腾飞。徐华生，你跑什么呀？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家的事儿找老师可没用，不如求求我，我说不定能帮你在黄总面前美言几句。不需要。生气什么？我今天非要替黄总好好教训教训你。你为什么打我？徐先生，你没事吧？我看谁敢对徐先生不利。好，好你个徐华生，现在都请人行凶了，来人啊，快来人啊！谁在燕大闹事儿？就是他们，把他们抓起来啊！燕大可不是你们这些小混混。老队长，在执行任务。没事了，咱们回去。你们走什么？我被打了！同学，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满，就去报治安队吧。你们这是助纣为虐！我要去举报你们！乔然，你要举报谁？宋老师，这个人是徐华生请的打手，保安也不管。现在徐华生还是你的学生，你不能不管啊！这人怎么一身正气，看起来根本不像打手啊！同学，我说了，谁敢对徐先生不利，我都不允许。对徐先生不利？到底怎么回事？你对华胜干什么了？宋老师，没什么，不过就是想要打我，被拦住了而已。你血口喷人，我还没打到你呢，我就被……你这是承认想打我了？乔然，现在永昌集团的资助名额已经给你了，你就不要再妒忌你师兄了。我妒忌他？厂子都被烧毁了，也没机会再去米国了，我有什么好嫉妒他的？宋志培就是偏心这死小子。华生啊，正好你回来了，你委托我的专利手续收到文件了。老师，咱们走。徐华胜，你给老子等着！帮你教训乔然的那人谁呀？就保护我的人。保护你的人？没想到你小子现在都带上保镖了。不说这个了，这段时间过得如何？还行，回家继承我家的厂子，然后弄了个产品。前段时间卧室和百事下了300万台的订单，价值1.8亿美金，除去成本，差不多能赚1亿美金左右吧。多少？1.8亿！小盛，你啥时候学会吹牛了啊？这习惯可不好。老师，我什么时候在你面前吹过牛啊？是真的，我们公司研发了一款叫空气炸锅的产品。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因为订单太大，我家的厂子生产不过来，所以我们来燕京寻求帮助。
昨天我和广府的罗主任一起来的，去见了潘部长。潘部长，潘云清，那门口守着的男人，看样子不是你请的保镖？不是，是潘老给我安排的人。贵贵，你这是入了上面的眼啊，有出息，有出息。不过小徐，有钱了你也不能飘，不能学着资本家的做派。别忘了你说过的话。老师，我都记得，我是为了华国崛起而读书。老师，这次来找你，还想请你帮个忙。你说，能做到，我一定帮你。我想让你帮我引荐一下光电研究所的江主任。江主任？对，就是华国科学院的江主任。华国第一台光刻机就是江主任带队制作出来的，在光电领域，他是超级大佬。怎么，遇到技术难题了？这倒没有，只是有些事情想咨询一下江主任。好，我帮你联系。老江喜欢喝两口，你去弄2瓶不错的酒，一会儿我带你去他家见他。徐和商这小子，偷偷摸摸跟宋老师说什么呢？你在干什么？没干什么。这是怎么了？乔然，你又干嘛了？痛！宋老师，我啥也没干啊，我就是路过。我可是看到你鬼鬼祟祟趴在门口，我怀疑你是迪特。我不是，宋老师，快叫这个安保放开我！我可不是安保，跟我走。老师别管他了，他要是无辜的，肯定很快就放出来了。咱们还是先去见江老师吧。江老师，难不成是华广电的江主任？徐皇胜见他干什么？舒坦，老宋，这酒可不便宜。怎么，你发财了？我发什么财？这是我的学生徐华胜，这酒就是他给你带的。他可能遇到了点技术难题，你看看方便不？江主任，你好，我是徐华胜，今天来找您是有一件事情想要听听您的意见。对了，我这里有一份图纸，你可以先看看。这图纸是光刻机。老江干啥呢？不把酒喝完啊？什么时候了还喝酒？走，去我书房。老宋，愣住干什么？走啊！妙啊，原来可以这样来。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你小子藏得深啊，这东西我都不知道，能把老家吸引成这样的技术，得有多牛？一般，这光刻机的设计方案是我综合了未来几十年的技术方案给出的最优设计方案，江老不可能不动心。小伙子，这光刻机的图纸哪儿来的？江主任，我要说这是我设计的，你信吗？华慎，你别吹牛了，这玩意儿是一个人能够设计出来的吗？老江最严谨了，你快告诉他这图纸到底哪儿来的？真是我自己设计的。小伙子，牛皮吹大了吧？我们几百人的团队一起研究，都还没研究出来，你一个人能行？江主任不信，可以考考我。这个是什么？反射镜。这里呢？是我设计的自动对位系统。如何实现自动对位？是这样的。江主任，你还有哪里需要了解的？我知无不言。没有了。江主任竟然和小学生一样聆听徐华胜的讲解，我这个学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妖孽啊？你来找我，就是为了给我看看这张图纸的？当然不是，江主任，我想把这台光刻机给制作出来。你想要做光刻机？你知道要花多少钱吗？这么多精密加工、光学元件、光源分割，哪儿都要钱。江主任，我知道很难，但是有些事情咱们不能因为难就不去做了。原子弹不难吗？人造卫星不难吗？导弹不难吗？潜艇不难吗？我们不一样拥有了吗？那不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咱们努力研究，为的不就是让华国不落后吗？现在我提出了新的设计，您老也已经造出了光刻机，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克服呢？你怎么知道我做出雏形了？你告诉他的。不对，我谁也没说过。糟了，露馅了。江主任，不说这个，我只告诉你，我们公司愿意拿出1亿美金来研发这台光刻机。如果不够的话，
我们再追加资金。我就想问江主任，如果钱给够，这台光刻机能不能造出来？怎么不能？这玩意儿是人造的，又不是神造的。真要有1亿美金，给我3年，我绝对能造出来。可惜，哪有这么多钱给我霍霍？老姜，别这么激动，年龄大了，仔细点血压。我没事儿。不对，等等，小伙子，你不会是玩真的吧？你真有1亿美金？我这学生还真有，他们公司研发了一款叫空气炸锅的产品，仅第一笔订单净利润就有1亿美金。1亿美金？这小子来真的啊！小徐，只要钱到位，我一定把这台光刻机给搞出来。有了光刻机，我国的半导体产业就能跨越一大步，咱们华国再也不用落后于人了。不过，仅靠我们光电研究院还不行。罗叔，我真的佩服我们的华国速度，才半个月，第一批10万台货就全部制作完成，发往了米国。这速度连卧室方面都被吓了一跳啊！只要有图纸，咱们就能造出来。第一批货已经从全国各大港口发往了米国，接下来我们争取在1个月内把产能提升到5万台每天。罗叔，谢谢你啊！要不是你这段时间帮忙，恐怕我们还不能这么快交货呢。这是干啥？别人给我爸送的茶叶，我们一家人都不喝这东西，我妈让我给你送来。下不为例啊！以后再拎着东西来，我就让门卫把你挡在外面。好，下不为例。主要是我家没人喝。罗叔，他难道要一直跟着我吗？怎么，不满意王俊成？他可是尖兵，适合保护你。不过你要是不满意，我给潘老说，给你换一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个商人，给我配个保镖算什么？我真不习惯有人跟着。这可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上面可是非常看好你们华盛电子，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国家多创外汇。你要是不喜欢人跟着，王俊成就待在暗处吧。成吧。华盛电子哪来的货？乔然呢？他不是说去安排生产去了？安排完人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他根本没烧华盛电子？黄总，乔然是烧光了华盛电子，但是华盛电子好像找了代工厂，所以才来得及交货。代工？徐华胜这小子太狡猾了！怎么办？我手里还囤了上百万的空气炸锅，现在卖给谁？黄总，您别生气，空气炸锅在米国都卖爆了，华盛电子的300万台根本不够用，您可以直接把手里的卖了呀。好主意！山姆先生，你怎么来了？3天，卧室这边仅3天就卖断货了，10万台空气炸锅3天就卖完了。去，我还要订货，这次我们下单500万台，能不能先给我们交货啊？山姆先生，抱歉，我也想早点给你们交货，但是我也没办法呀，因为前面订单太多了。小徐总，百世来电话，又追加了300万大订单，预付了20%的定金。塔吉德下了100万大订单，预付了20%的定金。知道了，知道了。现在我们已经有1100万台待生产的订单，实在是……黄总还是没联系到乔然。还管什么乔然啊？空气炸锅都卖爆了，咱们的空气炸锅还是没能进卧室和百世，甚至其他国家的大型商超都不进咱们的货。要是都进，不知道能赚多少。那又如何？安排下去，降价，比百世卧室的价格低10美元，肯定能卖更多。我这就去。着急忙慌的干什么呢？黄总，出事了！米国那边来消息，百世卧室联手好几个大商超，把买咱们货的公司告了。告了？告什么？怎么？他们还不许我们卖空气炸锅了？就是不许卖啊！华盛电子的空气炸锅有全球专利。怎么可能？徐华胜能有这种眼界，知道提前申请专利？黄总，现在可怎么办？百世卧室联手索赔，那个价格简直是天价，卖了给永昌集团也赔不起。跟我去华盛电子，我要去问问徐华胜，我到底和他有什么仇怨？他要这么害我？这不是黄大总裁吗？来我们厂子干什么？徐华胜，别以为你赢了，我和你有什么仇？你打我就算了，为什么一直针对我？上辈子你拦着我回国，你在米国当狗，
无数次为难华国，我们之间隔着的是国仇，这辈子都说不完。我针对你，就你一个要破产的永昌集团，我有什么好针对的？儿子，这小子带了这么多人来，看起来不是善茬啊！要不要我叫多点工人出来？爸，不用，这可是华国，不是米国，他得守法。徐华胜，看不起老子，给我把他和他老子抓住！谁打死我，奖励10万！我看谁敢！你谁呀你？许华胜啊，你以为找了个安保，老子就怕了你？给我上！我看谁敢对徐先生不利！枪，黄总，这个人有枪啊！哼，有枪又怎么样？乡下猎户手里谁没枪？怎么，你们怕了？10万呢，够买你们全部人的命了！黄永昌居然连枪都不怕。对，现在还没到全面禁枪的96年，怪不得。徐先生，你先进场躲着，放心，我绝对会保障你的安全。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厂区外面？哈哈哈哈！给我上，一个都不许放过！你们怎么出来了？小徐总，门口这么大的动静，咱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哈哈哈哈！对呀，小徐总不叫我们，是把我们当外人啊！黄总，这工人也太多了，咱们打不过啊！这群无知暴众！各位都是华盛电子的工人吧？是又怎么样？这是我和你们老板的恩怨，你们不用和我起冲突嘛。我是永昌集团的老板，米国华人。你们要是愿意，可以来我工厂工作。你做梦！谁要给你这假洋法子打工？这些工人竟然都如此有情有义，这才是真正的华国力量啊！你们不能对我动手！行了，把他赶走就行了，回去干活。徐先生，你这些工人很不错。我也觉得。今天晚上食堂给每人加个鸡腿，等这批货出了，每个人都加50%工资。徐华胜，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我是米国华人，我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的货在米国卖不出去。你有没有那么大能耐，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马上就要倒霉了。谁是黄永昌？是治安队。你小子完蛋了！我是黄永昌，我是黄永昌！这儿有人欺负爱国华侨，你们快把他抓！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是不是黄永昌？米国人？我是，但是是就没错。我们怀疑你是米国间谍，蓄意破坏华国财产，跟我们走一趟。黄总，黄总，你终于来了！你是来救我的吗？你也是被抓进来的。慌什么？老子是米国人，这些华国虫子。难道还敢真把我关进监狱？不愧是黄总，我乔然全仰仗黄总了。你找这安保什么情况？居然还有枪！儿啊，是不是也能给我找一个这样有气势的安保？爸，我可没能力给你找这样的安保。王老哥也不是安保。那他是谁？他这么拼命保护你，不会你们？爸，你想什么呢？王老哥是特勤，依法配枪。特勤？乖乖，你怎么把特勤都请过来当安保了？爸，你怎么了？别吓我！我没事儿，我就是被刺激了。真没想到，我儿子居然被上面看中，连特勤都有了。这是什么职位才有的待遇啊？我以为你知道呢，毕竟咱们的订单都是罗叔帮忙联系的合作国企。那能一样吗？那可是特勤，只有尖兵才能当的。我当年也想当兵，可惜被刷下来了。
没想到我儿子居然能用上特勤。儿子，国家对我们这么好，你可不能对不起国家。以后啊，别想着去国外啊。爸，你说什么呢？我连麻省理工都不去了，还能去国外哪儿？现在啊，我就想多赚钱，多给我们国家涨外汇，让华国快一点，更快一点，屹立世界之巅。对了，那王老哥的工资也是上面的人给的。儿啊，做事不能这样的。咱们现在赚钱了，得给人家开工资，开得高高的，他才能更尽心的保护你。爸，他现在就很尽心尽力了。不过确实得给王老哥些奖励，他也辛苦了。王老哥，王老哥，你进来一下。罗叔，潘老，你们怎么来了？这么惊讶？我以为你叫小王进来，是知道我们要来呢。潘老，我没告诉过徐先生你们要来的事情。儿子，这位是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介绍一下，这位是潘老，潘云清。你好，你好。爸，你认识潘老？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这可是电视上、报纸上都出现过的人物。你好，潘云清。没想到小徐的父亲也这么年轻。潘老，您坐，您坐。老罗，你也坐，别客气。小丽，上茶，要最好的茶。小徐啊，你既然不知道我们要来，刚刚叫小王干什么？我是看他保护我太辛苦了，我想给他工资。那你这工资得给潘老了。是潘老联系的治安队，特事特办，才把黄永昌送进去的。毕竟他是米国人，要走的程序不少。小徐，之前我跟你说过，火烧咱们华国工厂的，不管是谁，我都不会放过。现在，我履行我的诺言了。那潘老，我也给你工资，就是不知道我给的，您看不看得上？我哪能要你的工资？行了，别皮了，我来就一件事儿。我听说不少外国人前几天都跑来你们厂子了，他们来到底是什么事儿？不会是空气炸锅产品质量有问题吧？华国制造的质量，特别是出口的，怎么可能出问题？他们来是来下订单的。下订单？上一批货才出货了多久？这么几天他们又来了？难道都卖完了？没错，爸，把咱们的预定合同给潘老看看。这些合同都是真的。公章、汇款单都在，资金应该今天就能到。好，小徐，你真是好样的。小罗，潘老，我亲自去定生产，1个月，我半个月内日产量保证弄到10万台。我记得你说过，你的空气炸锅申请了专利。没错，专利期20年。那个黄武昌想要抄袭我们的产品，现在已经被米国企业告了，等拿到赔偿金，也会分给我们华盛电子。好啊！以前都是这些伪装成爱国华侨的假洋老子骗我们资源还高高在上，没想到你居然能把他们也给坑了。他们是自作孽不可活。对了，潘老罗说，我觉得光刻机的研发可以开始了，相关产业链的研发也需要跟上。这笔钱我们华盛电子投了。你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你的。小徐，我还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潘老，您说，我保证我和我儿子尽力做到。您先说说吧，可以的话我肯定答应。原本以为虎父无犬子，小徐的父亲应该比他还要厉害才对，没想到小徐才是华盛电子的主心骨啊！小徐，是我想问问你，你们公司赚的美元能不能兑换给国家呀？你放心，国家给你等量的人民币，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公司的。可以？不行，儿子，为什么不能兑给国家？咱们拿那么多外汇也没用啊！你刚刚还说要报效国家，不会是骗我的？还想着去国外？爸，你想什么呢？那为什么？这钱我有别的打算。石油危机就要开始了，也是这次石油危机让华国明白，光靠人是无法对抗欧米的。可明白归明白，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世界资源被瓜分。但这些说出来他们也不会信。外汇我得留着赌一把。虽然我有上辈子的记忆，知道一定能赌赢，但是他们不知道，肯定很难同意。我不是不愿意，是想说再等等行吗？明年我们公司需要大量的外汇，等过了明年我愿意给出来的。明年？为什么要等到明年？
罗叔，我暂时不能告诉你，不过你们放心，这外汇明年只会多，不会少。小徐，我相信你。儿子，我也相信你。就凭你们的信任，我必须要大赚一笔，给国家挣足足的外汇。对了，潘老，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可能得加快进程。怎么，你小子刚刚拒绝我，现在又给我提要求了？说吧，我想成立2家新企业，都在燕京，一家公司叫云岭投资，另一家公司叫做华夏科学院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你想注册就注册呗，前一家就算了，后面一家还需要潘老牵线呢。你说，华光电，我打算是华夏科学院以人才和技术入股，占股51%；云岭投资以5亿人民币入股，占股49%，为的是生产光刻机。你放心，华光电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我会特事特办，给你加紧解决。不过那些科学家脾气可都不太好，我能帮你牵头成立公司，但是研究人员需要你自己解决。潘老放心，没想到怎么招募研究人员，我也不敢跟你开口，不是？你小子啊，就是太谨慎了，智多近妖啊！我这小妖怪再怎么也翻不出您老的手掌心。你呀你。对了，潘老，之前说的我给王老哥工资，违反纪律吗？原则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平时跟着你吃吃喝喝肯定没问题。我看你小子把自己养得挺好。儿子，你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拒绝潘老。他一句话，咱们的东西就别想运出华国了。潘老又不小气，不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生气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不把外汇给国家，只是缓给、慢给，有需求的先给。我听不懂你这些官腔。对了，这王老哥的事情怎么办？潘老那意思是不能给？原则上不能给，咱们可以另辟蹊径啊。你每个月给王老哥一笔钱吧。啊？不是不行，这钱又不是工资，是给王老哥的住房补贴、餐补、交通费那些，不违规。儿啊，你也太聪明了。我不是聪明，是上辈子哪怕在米国实验室一样有人情世故。我还有个问题，为啥做光刻机不直接用华盛电子的名头啊？多方便，也不用再着急注册新公司了。我的爸闷声发财的道理懂不懂？而且光刻机一旦面世，会受到整个世界的瞩目。你儿子我还想保着小命呢，王老哥也保不住你，王老哥也保不住我。虽然黄永昌被关进去了，但我上辈子就知道黄永昌上面有人。列强亡我华国之心从来不死，为了我和华国的未来，我只能先苟着了。老刘，你也回来了啊？到底什么事啊？我那边项目正忙着呢。我也不知道啊，我还纳闷呢。听说咱们院里成立了一家3产公司，说是准备把我们安排到新公司去。凭什么？凭什么让我们去公司啊？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就是，我就在院里，我不去狗屁公司。真逼着我去公司，哼，我就出国。哼，出国可不一定有进公司好。老宋，你们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怎么也来咱们研究院的大会了？老姜，你把他带来的？就是，还大言不惭说什么出国不一定有进公司好。怎么，老宋说的不对？你出国还不是进公司？待在国内，至少环境熟悉，那能一样吗？国外的公司给的可比国内的多多了。老宋，别冲动，咱们的学生肯定能压住这群老不死的。老姜，那是我学生，什么时候成你的了？那我不是跟小徐也一起研究过，怎么就不算我学生了？明明是你被小徐带着走吧？要说学生，也是你是学生的学生。你安静，都安静！怎么，看上去都挺有情绪啊？废话，这事儿谁没情绪？哼，有情绪也是正常的，但是有些事情不能什么都还没了解就乱来情绪。今天我是来给一个小家伙来站台的，徐总。大家好，我叫徐华胜。你谁呀？周院长好，各位前辈好。我知道大家一定很好奇我是谁。其实我也没什么特殊身份，就是我爸有点钱，然后他呢又想在半导体产业布局一下，所以就和咱们华科院成立了一家公司。扮猪吃老虎呢。我呢就作为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一个富二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有点钱吗？
你小子懂研究吗？下去！狂吧狂吧，我都不如这小子被他打脸了多少次，突然有点期待未来他们被徐皇胜打脸的样子了。安静！其实，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也听到了大家的一些意见和担忧。现在呢，我就来解答一下大家的担忧。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要说什么。首先，你们暂时属于借调，你们的工作关系还在华科课，只需要暂时把工作关系挂到我们华科店一段时间。等咱们的项目完成以后，大家就能回原单位继续上班了。当然，要是不愿意回原单位，愿意留在我们华光店，我们也热烈欢迎。留在华光店，傻子才留在你们华光店。其次呢，在借调期间，你们的工资是由华光店发放，普通研究员时薪15元人民币，加奖金加加班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2倍。2级研究员时薪20元，1级30元，负责人50元。除了正常工资外，项目完成之后，还有一笔不菲的奖金。我去，给这么多，小徐疯了！老姜，你激动什么？你不是知道小徐有钱？有钱也不能这么造啊！这些研究员的工资也就300-400块钱，按照这个时薪，普通研究员一天就能拿到180啊，一个月能拿5-6千。我去，这一个月拿的工资相当于自己干1年啊！徐总，你说的可是真的，没骗我们？当着周院长的面，为什么要骗你？骗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吗？这是什么地方？我当着周院长的面骗你们，我是嫌自己活够了吗？也是，华国最高研究机构，如果徐强生没有实力，周院长会来给他站台？不对呀，这到底是什么项目啊？国家都没钱，他们哪里来的钱啊？那个，我说一句话，钱，这小家伙还真有。华光电现在仅仅流动资金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可以讨论项目了吗？可以。各位，现在我来公布一下咱们接下来的项目。咱们最大的项目就是新一代光刻机。整个光刻机分为几个项目组：光学小组、精密加工组、自动对称小组。这小子还懂技术，那当然也不看看是谁的学生。哼，老宋你就吹吧，你要是有能力当研究员，去什么学校当老师啊？让他们狂，等他们见识到小徐的能力，都狂不起来了。整个产业链一共分为19个重点项目，我知道每个项目都比较难，但是你们是华夏最厉害的人，我相信你们的能力。为了进一步鼓励大家，公司给每一个项目设置了1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只要你们在1年内完成整个项目的研究，你们项目组就能平分这笔奖金。如果超过1年，每超过1天，奖金扣1万。你给的是不是太多了？周院长，咱们不能让咱们的人流血流汗又流泪啊！有人说，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寒窗苦读这么多年，要是收入比不上一个卖茶叶蛋的，这得多让人心寒啊！可是我们是为了理想。我明白，可生活不只有理想，他们都是人才，你不给就会有人给，不能让我们辛辛苦苦培养的人才都跑去国外啊！我们华国的人才就该留在华国，建设华国。是啊，谁没理想，谁不想为国出力？但是我们也得吃饭啊！徐总，我跟你干！我也跟你干！看起来我的研究员都要跑到你那儿去。看到没有，我学生。咱们19个项目组已经全部确定完毕，各位都是每个项目的负责人。小徐总，别再寒暄了，咱们啥时候开工？说得轻巧。这些关于光学、精密加工、自动对准的信息，全球都封锁。说开工，咱们还一点头绪都没有呢。谁说没有？各位，这是我们公司整理的一些技术资料，这都是我们公司通过特殊渠道搜集到的。相信这些技术资料能够对你们的项目有所帮助。在座的谁不是华国顶尖人才？浅浅的资料就不用
这些资料，现在你们还觉得资料浅简吗？好了，我还有别的事情，研究就交给你们了。真想直接给他们实验数据啊，可惜我手里的数据都太敏感，拿出来不知道该怎么交代。小徐，你不跟我们一起研究吗？小徐总哪怕资料给的再有用，也不懂技术啊。老姜，你为难小徐总干嘛？就是，老姜，别以为你是光刻机的专家就能目中无人了。现在咱们可都是小徐总的人，我哪能为难他呀？我是真心实意希望小徐跟我们一起研究的，毕竟小徐的研究能力远高于我。开玩笑的吧？小徐总这么年轻，比老姜还厉害，怎么可能？老姜说的当然是真的。小徐可是我最出色的学生，比老姜厉害不是很正常？哼，你就吹吧，小徐也比你厉害多了。哼，小徐，别愣着了啊！你给个准话，真不和我们一起研究？真不行，我手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得抓紧在石油危机前布局一切。我的打算可不仅仅是做这些小家电。各位领导好，我叫徐华生，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划图。我们想开发整个陆家区域，我们准备在这里建设我们华盛集团的魔都研究院。在这里，我们将会建设一座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商超。这边是高端住人小区，这边是摩天大楼，这边是我们华盛集团的家属院，这边会修建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一体化的职工学校。这是陆家吗？这样的陆家真的能建成吗？当然可以，未来这里还将成为全华国的金融、文化、旅游中心。吹得好听，但谁不知道宁要江西一张床，不要江东一套房。现在1990年，魔都江东还没有正式开发，他们都觉得我最画饼，但他们都不知道，未来魔都最顶级的商业区就在陆家。不过，江东这一路发展的太难了，但我既然重生了，就一定让江东提前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等我们华盛电子建起来陆家，大家就能见证是不是吹牛了。确实，现在全华国谁不知道华盛电子啊？能一口气卖几十亿的外汇，哪怕建出来没人来，前期投资款也是少不了的。小伙子，我能问一下，你们华盛电子为何要在江东搞开发呢？梅主任，我们看好江东的理由很简单，第一是相对于江西，江东地价要便宜得多，价格上比较低。第二，我们看好江东的未来发展。梅主任，投资就是投未来，我认为未来江东才是魔都的中心。但是江东到江西需要坐船，交通不方便，怎么能吸引人？我明白，所以我们华盛电子将在江东和江西建造多座大桥。我们也相信，未来我们国家和魔都肯定会大力开发江东。说说具体的规划。吴书记，如果将陆家交给我们开发，未来10年，我们将会陆续投入至少10亿美金来开发这里。10亿！华盛电子也太财大气粗了。我们将把这里建设成全国最耀眼的明珠。我们将会在这里铺设光纤网络、因特网、互联网，大家知道吗？略有耳闻。今年上面刚刚提出的重点学科发展项目就有互联网。吴书记说的对，就是华国重点项目。米国那边已经开始在发展了。我们将会在江东覆盖2G 移动基站，到时候大家在陆家就可以拿着手机互相联系了。手机，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一种比大哥大小多了，功能也更多的通信设备。互联网、2G 网络基站、地下综合管牢、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商超、全国最高的大楼，高端化、智能化，华国的硅谷，华国的华尔街，华国的明珠。这真的可能吗？徐总，你把这规划都说了出来，你就不担心我们魔都不让你投资吗？我觉得，如果不让华盛投资，并不是我们华盛的损失，而是魔都的损失。毕竟，深城的地理位置也很不错，临近港岛，未来可以形成大湾区经济区。对于我们来说，这钱投哪里都是投。不行！要真让华盛电子投其他地方，不说我们魔都的班子会被其他地方班子怎么嘲笑，就说错过的就业机会，要是传出去，
魔都百姓还不手撕了我们？我当然也不希望转投其他地方。江东是我最想投资的地方，这里是最适合建设互联网和通讯产业的地方，而我要打造的军工帝国，互联网和通讯必不可少。那你需要多少地？我看你这规划要的地方不小吧？当然，我们华盛电子对整个江东规划，面积约为32平方公里，大概也就是48000亩土地，也就是后市整个陆家的大小。那徐总，不知道你们在土地转让金上面准备花多少钱呢？你们觉得这地方值多少钱一亩？多少钱一亩？我怎么报价呀？虽然到江西投资房地产的不少，但那些公司压根看都不看一眼江东。要是报低了，怎么想都觉得亏呀。徐总，不如我们先听听您这边的报价。行，我就说说我们的方案吧。第一个方案，我们成立陆家开发公司，魔都政府以土地入股，占股20%，开发的费用我们来出。第二个方案，整个陆家的土地我们华盛集团买了，价格10万一亩地，所有的拆迁补偿我们公司负责。整个区域差不多48000亩土地，也就是48亿左右的土地转让金。48亿，听起来多，但实际嘛，江西现在的地价已经达到数百万一亩了。江东虽然偏僻，但是10万一亩太低了吧？领导，这可是江东啊！我刚才说的挺好，但是这只是对未来的憧憬而已。拿下这片地，你知道未来我们公司需要投入多少钱进行建设吗？我只接受10万一亩，而且要可以分期付款。这分期付款没听说过呀。而且老吴说的没错，10万一亩确实太低了，就10万。你们又想发展江东，又不想让企业占点便宜，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要不你们自己开发？不过你们现在有这么多钱吗？徐总，这件事儿我们没法直接拍板，可能需要再讨论一下。应该的。我刚刚回来才多久啊？爸，你这么着急找我干嘛？哼，虽然华生的钱是你赚的，但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吧。一声不吭就去了魔都，我听说你还要江东的地，那鬼地方，我以前去魔都路过，就是个乡下呀。没错，未来的江东将是我们下金蛋的母鸡，或许还是最值钱的其中之一的母鸡。儿子，这么值钱？怎么，不装了？什么装不装的？我是真的生气了。你现在长大了，会自作主张了。多少年没见到过爸这么耍宝了。爸，不说这些了，我准备把华盛电子改名为华盛集团，还有一些其他规划。儿子，快说快说。爸，别急，接下来我们公司的重点将会放在家用电器上面，电视机、电冰箱、空调以及各种小家电。其实这些东西技术含量并不大，我这里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设计方案。太好了，我正想着空气炸锅业务也稳定了， VCD 也要开始量产了，结果你小子自己跑到江东去了，背着我干事业。原来爸是因为寂寞生气的啊！放心吧，以后咱家的产业还多着呢，我还想布局军工呢，说出来怕吓到你。你们两个只是被暂时保释出去，出去以后切记不能违法犯罪，要及时跟我们报告你们的行程。有什么了不起？一个破治安队员还跟我摆上谱了。黄总，小声点，我们好不容易才出来的。什么好不容易？明明是很容易好吗？我说过会有人捞我的。老大，你把我捞出来，第一件事就让我尽量去讨好徐华胜，和他搞好关系。不是尽量，是必须。你知不知道海外因为徐华生的空气炸锅，永昌集团要赔偿多少钱？也不用让我去讨好那小子吧，我和那小子已经完全撕破脸了，即使我热脸贴他冷屁股，华盛电子也不可能放弃赔偿的。那我不管，我只要结果，做不到你就继续待在华国大牢里吧。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找了多少关系，花了多少钱，才堪堪让你取保候审？徐华胜在华国的势力不是你能想象的，和他搞好关系
对我们蚕食华国力量有巨大帮助。知道了。当然，我捞你出来，也不只是给你讨好徐华胜这一条路。如果你能和这个燕京大学乔然，乔然，如果你能和乔然搞到有燕京大学参与的光刻机技术，你就不用讨好徐华胜，可以继续留在永昌集团担任总裁，保留米国身份。光刻机技术是什么？燕京大学什么时候有光刻机技术了？我进去这几个月便这么厉害了？这件事在国际上已经不是秘密了。华国研究院成立了什么华光电，做出了光刻机，给华盛电子 VCD 供货。VCD 在全球一台难求，这玩意儿里面有芯片，各行各业都需要，而制造芯片必须有光刻机。不愧是专业人才。对，必须有光刻机。光刻机在其他领域也有应用，研究院做出的光刻机比米国还要精密上100倍，所以我们必须拿到他们的光刻机技术。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奖金已经准备好了，开完本次会议就会发放。小徐，光刻机都做出来了，这 1.0 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现在咱们华光电做出来的光刻机只是 1.0 版本，我们还需要抓紧开启 2.0 版本的研发。2.0 版本将适配更优质的芯片，更多的产品应用。小徐，用得着吗？我是很想赚你的奖金，但是现在咱们研究出来的光刻机已经世界领先，还不够。科研领域不进则退，咱们的光刻机不能止步于此。为了应对未来的仿品，小徐，你怕什么仿品？只要咱们注册米国的全球专利，不能注册专利。为什么？华盛电子的空气炸锅、新的 VCD 不都用了全球专利吗？这些都是日用小家电，全球专利确实可以保障我们的产品做全球的利益，赚的也不少。但是光刻机涉及的不仅仅有家电产品，也是未来的现代战争不可避免的技术支持。光刻机真的可以运用到军工吗？当然能，反正华盛会持续加大对光刻机的后续研发资金。各位愿意留下吗？当然要留下，这儿的新技术比研究院多多了。对啊，我也留下，华光电给的钱可比研究院多多了。谢谢大家的信任。新人进入后，各位的工资待遇会进一步提升。新人？小徐，有我们这些顶尖人才还不够吗？当然不够。光刻机 2.0 需要更多的人才。我们华光电马上要布局的互联网、手机通信技术也需要更多人才。还有这么多产业要布局。我听说华盛还想要江东的地，这一笔笔加起来，恐怕是天文数字啊！华光电、华盛电子究竟是多有钱啊？老师，可以麻烦你在燕大开一场宣讲会吗？当然。没想到华光电竟然来燕大宣讲了。本来还想着怎么从老师那儿弄到华光电的办法，现在得来不费工夫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华光电风头正盛啊。是啊，都上晚间新闻和报纸了。华光电就是咱们华国之光。什么华国之光，自嗨而已。米国那些发达国家早就开始布局芯片光刻机产业了，有机会还是得润到国外去，那边才是科研前沿。国外那么好，你来什么华光电的宣讲会啊？你直接去国外呗。你以为我不想去，不混进华光电拿到技术，不要说去国外了，我还得被逮进治安队。哟，这不是乔然吗？你怎么来宣讲会？你放出来了？放出来？什么意思啊？也没什么，因为烧厂房破坏他人财产，被关了几个月而已。一个进治安队的罪犯也好意思对华国指指点点的？我还以为他已经出国了，原来是被抓了。徐航胜，你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你烧了我家厂房，还说我欺人太甚？乔然，你脸怎么这么大呢？你了不起，现在还不是来华光电？怎么，怕华光电不给你们华盛电子供货了？我实话告诉你，等我去了华光电，我就让华光电拒绝和华盛合作。你做梦呢？你破防了？都安静。宋老师，
你是咱们燕大和华光电的联络人，你来说两句吧。大家都对华光电都很好奇啊。能来咱们燕大宣讲，我很高兴。但是，该说两句的不是我，而应该是华光电负责人，也是咱们燕大走出去的企业家徐华胜。徐同学，你怎么可能是华光电的负责人？怎么可能？完了，全完了！徐华胜是华光电负责人，还可能同意我进入华光电吗？进不了华光电，乔治先生、黄永昌都不会放过我。可不可能？你来华光电试试不就知道了。不过我向你保证，华光电不会接受你的应聘。大家好，我是徐华胜，也是燕大研二的学生。徐学长，我们都认识你，你就在这个礼堂打了永昌集团的老总。看来你记性不错，我的确是打了黄永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老宋，你知道不知道？这小子没跟我说过啊。是因为我嫌弃他太丑了，贼眉鼠眼的，像根香蕉。没错，他这样的就是香蕉人。黄总虽然是丑了点，也不像香蕉啊。外面是黄皮肤的华国人，披着爱华国的皮，但是内里是白色的，是软的，投靠米国，想把华国一切好东西都扒拉到米国去。这样的人，不就是香蕉人吗？还有这种说法，香蕉人还挺贴切。这小子说的这么难听，以后黄总还怎么在燕大学招募人才？徐学长，你这么说黄总会不会不太好？传出去，万一永昌集团觉得咱们燕大的人都这样目中无人，资助计划不会因此就……不会。永昌集团替米国抢人，闹得再难看，他也不会放弃。而且，谁说我们燕大的学生非要去留学？华国才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学习也是为了建设华国。说的好听，你让学生们靠着理想活着啊？当然不是，咱们华国会越来越好，未来的世界第一一定是我们华国。华光电愿意为华国发展培养更多人才，每位燕大实习生，华光电实习工资1000元，不含绩效。徐学长，不，徐总，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给1000块实习工资啊？当然是真的，我们会和每一个实习生签订劳动合同。快，是真的啊！这工资我们妈1年工资都多啊！这还只是实习生，徐学长还说有绩效呢，不知道还能多拿多少啊？徐总，你也太大手笔了！徐华胜哪来这么多钱？1000块给实习的学生，他钱多的烧得慌。不会是……徐华胜，你不会是给同学们画饼，其实只招1、2个人吧？徐学长说的有道理啊，只招1、2个人，给他待遇再好有什么用？各位不用担心，本次我们在燕大的实习生计划是100人，未来会根据学生实习和报名情况，再决定是否扩大实习计划，只会多不会少。徐总呢？徐总，跟我说说这次实习计划吧。我是学物理的，徐总，我能有机会加入华光电吗？该死的徐华胜，凭什么你什么都比我强？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是回来收拾东西，准备去华光电报告？我没能加入华光电。你说什么？没加入？你知不知道，咱们2个的性命都挂在你能不能加入华光电上了？黄总，大不了就是进监狱嘛。你是米国人，要是能让我也加入米国籍，华国还真能把我们关进大牢里啊。你以为加入不了华光电就是回去坐牢这么简单？不是吗？不是吗？哼，当然不是。咱们在华国的刑期最多也就1、2年，但是要是回了米国，你知道乔静是什么人吗？他是永昌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他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米国军方。咱们让永昌集团亏了一大笔钱，回米国后等着我们的是更严苛的刑罚，有可能会拉我们去做人体实验。人体实验？我只想去米国享福，享受自由民主，可不想变成人体实验的耗材啊！大不了我就在国内坐牢。黄总，你为什么莫名其妙打人？莫名其妙？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大不了就留在华国。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不用狡辩，
我告诉你，你想要留在华国已经不可能了。你之前办留学手续，我已经找了关系，帮你办了转国籍。现在你已经是米国人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只要想出办法拿到华光电的光刻机资料，你不仅不用坐牢，也能跟着我去米国吃香喝辣。小徐，没想到这次咱们的实习生计划居然招了150多个学生。是啊，原本我以为他们有些会出国或者选择国企，国企也没有华光电待遇好啊。至于出国，你的那句我们学习是为了建设华国，可是听得不少学生热血沸腾。老师是还有别的事情想跟我说？确实是有事儿，不过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老师，我们之间什么都可以直说的。那我就直说了啊。那个华光电能接受乔然加入吗？乔然不是一心想要润到国外去吗？怎么现在看得上我的华光电了？他说之前是他迷了心窍，觉得海外的月亮圆，现在看到华光电发展的那么好，也想要来帮帮你。老师，我在招聘宣讲上就说过，华光电绝对不可能接受乔然。小许啊，你还惦记着他呛你那几句呢。乔然不管怎么样也是你的同门师兄弟，他虽然对人傲了点，但是专业能力还是可以的。老师，乔然专业能力再好，我也不可能要他。再说了，他的专业能力上辈子都没混出名堂，加上这辈子我有国家战略资料库，我需要他。为什么？小徐，你们究竟有什么仇？他烧了我家厂房，还和有可能是敌特的黄永昌关系暧昧，这种人我不可能也不敢把他放进华光电。烧厂房？之前华盛电子起火是他干的？没错，他都被逮进去了，现在只不过是取保候审。我没想到，我以为你们就是普通矛盾。他都给我跪下了，小徐，我对不住你。早知道我就不开口了。老师，我明白你不想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但是乔然不值得。只想要润去国外，看不起华国的人，我不需要，华光电不需要，华国也不需要。对了，你刚刚说的黄永昌疑似敌特又是怎么回事？他可是持续和咱们燕大合作的，我们一直认为他是爱国华侨。我家厂房被烧，就是黄永昌指使乔然干的。他还一直想把国内的好东西弄到海外去。小徐，你会不会想多了？咱们国家现在能有什么让他惦记的？怎么没有？虽然咱们国家硬件还不行，但是人才能力是全球都知名的。黄永昌的资助计划打的可是让人才永远不许回国的主意。不可能吧？腿长在自己身上，想回来还能回不来？上辈子我不就回不来了吗？老师，你要信我，黄永昌就是居心叵测，他现在也是在取保候审。我看这次乔然极力想要加入华光电，恐怕也是他指使的。他指使乔然想要什么？还能有什么？光刻机呗。咱们华光电做出了全球领先的光刻机，米国人能不急吗？要是真让乔然把技术送到海外，不行不行，光刻机是你花了大价钱，咱们研究人员花了无数心血弄的，不能流到海外去。我现在就去通知乔然，拒绝他。老师，等等，先不着急拒绝他，等他自己来。您再留下些光刻机的资料。留下资料做什么？给乔然、黄永昌做个局。我知道您心里也有疑问，乔然究竟是不是真的投靠敌特了？用这个办法就能试出来了。正好也用上我最近研究的新产品。宋老师，这都1周了，华光电在燕大的招聘都结束了，你怎么还没通知我去华光电啊？来了，小乔啊，不是老师不帮你，是小徐始终不松口啊。宋老师的意思是我进不了华光电？是的，老师也没办法。
华国店的老板是徐华胜，我也就是个打工的。怎么办？徐华胜连宋老师的话都不听，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进华光店？我不想当实验耗材。老师，差不多该带第一批学生去华光店了。哟，乔然，你在这儿干嘛？又来求老师进华光店，觉得华光店待遇好？我告诉你，待遇再好，你也进不了。徐学长，我错了，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所作所为道歉。求你让我进华光店吧。乔然居然为了进华光店都下跪了，难道小徐说的是真的？这小子真想偷光刻机的技术。小乔，你这是干什么？男儿膝下有黄金，快起来！不，宋老师，徐学长不同意，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宋老师，求你也帮我求求徐学长啊！老师，你不用替乔然求情，哪怕他今天膝盖跪烂了，我也不可能同意他加入。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让他一直在华光店在我眼前晃，我看着都会心烦。老师，快走吧，别管他。等等，我整理一下桌子上的资料，这些可都是光刻机的关键技术。不着急，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学生。老师，您现在先负责招募学生，光刻机的事情，还有其他人，咱们赶快走吧。徐华胜，老子都这样求你了，你居然还不答应我！真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还有你，宋志培，你这个当老师的，眼睁睁看着我下跪，无动于衷，枉为人师。不能进入华光店又怎么样？有资料，老子自己就能造光刻机，我还能迭代升级。到时候，哼，你们跪下来求我去华光店，我都不会去。现在舞台都搭好了，就等乔然行动了。小徐，你说乔然真的会偷你准备好的资料吗？老师，乔然这不就出来了？他跑的方向可是学校的复印室。这小子果然不老实，我现在就把他扭送到治安队。老师，不急。您忘了我说了的，我做局的对象除了乔然，还有黄永昌呢。可万一黄永昌不用这个资料，不生产光刻机，咱们现在放过了乔然，以后可就没证据了。不会，黄永昌生性贪婪，一定会用。他不用，他上面的人不允许他不用。上面的人？谁呀？不知道。但是老师，你想想，一个华侨怎么可能在米国生意做得那么大，还一路畅通无阻？而且上辈子研究的东西不少还和军工有关，一定是有军方资助。我记得我见过一个叫乔治的，黄敏昌对他毕恭毕敬。至于没有证据放过乔然，您忘了我的新发明了？数字监控摄像头。现在肯定已经把乔然的脸拍得清清楚楚的，到时候他也跑不掉。黄总，这资料绝对没问题的。咱们什么时候把资料送给乔治先生？都看半个小时了，看得懂吗？你就看。先不急，这光刻机我也调查了，有大用处啊！徐华胜用这个做了 VCD 机，在全球大卖，还能用在其他电子产品上。黄总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这东西我要先做出来，先卖。黄总，你疯了！您不是说乔治先生有军方背景，不给他，咱们还有活路吗？哼，军方背景又怎么样？米国可不只是他一个有军方背景的，只要咱们手上有货，还担心没人庇佑吗？是，这东西就是咱们的金娃娃，你放心，好处我也少不了你的，到时候我给你分成。谢谢黄总，说分成，但是没说具体多少。我现在只恨我联系不上乔治先生，英语还不好，要不然我一定要踹开黄永昌，自己去米国。黄总，这是什么？徐华胜的江东开发计划。江东？那片鸟不拉屎的地方，徐华胜要开发那儿？没错，现在我也打算开发那里了。黄总，
不说江东鸟不拉屎，根本没人要，就说资金，你如果要自己生产光刻机，那要花上亿的，哪儿还有钱买江东的地？哼，我的钱不够造光刻机，不还有乔治的钱、永昌集团的钱吗？只要能给徐华胜添阻，这钱就花得值。我都能想到徐华生心心念念的地不属于他那副跳脚的样子了。黄总聪明啊！只要能让徐华生难受，管这钱是谁的，反正也不是我出。儿子，你为啥卖给山姆这么小东西？咱们才弄出来的数字监控卖给他们，不是更好吗？监控不适合米国，他们注重所谓的隐私，对违法犯罪也没那么在乎。监控是我留给我们华国的好东西，也不指望这东西赚钱。徐，这东西看起来太奇怪的，你让戴维这么着急的把我从米国叫来，就是为了推销这东西？山姆先生，别小看这东西，这是我们最新研制的产品，它的名字叫筋膜枪，和空气炸锅一样，它是为了让人类更健康而研发的。这感觉好像是中式按摩。筋膜枪也可以叫它深层筋膜冲击仪，能通过高频率冲击放松身体软组织。山姆先生，知道 DMS 吗？知道，电动深层肌肉刺激仪，医疗设备，用一次不便宜啊。筋膜枪就是民用版的 DMS， 使用时振动频率会有所变化，基本作用与 DMS 差不多。我们的筋膜枪能通过外在物理方式解决肌肉紧张等问题，特别是缓解运动后的肌肉酸痛。这东西好，米国人最喜欢的就是运动。没错，这东西卖出去很简单，不管篮球还是橄榄球，运动量都很大。到时候找几个有名气的运动员，等他们休息的时候，直接用筋膜枪给他们按摩一下，再宣传，这事儿就成了。而且这东西一样是全球独家。山姆先生，你想想，这东西能有多少利润？我敢保证，销量不会低于空气炸锅和 VCD。这种筋膜圈什么价格？100美元的离岸价。筋膜枪制造难度比空气炸锅要更高，而且按摩头也可以私人定制，当然价格更高，还可以适用不同的场景。没想到含蓄的华国人里还有徐你这样的。为了赚钱，学学小日子也没什么。徐，如果我们想要拿下米国独家销售权，需要多少钱？果然卧室想要吃独食啊！2000万套，明年6月1号之前付全款，我们给你们卧室3年北美市场独家销售权。一套筋膜枪100美元，2000万套，这就是20亿美元。去年卧室全年的利润才不过160亿美元，这不可能，太多了。山姆先生，只要营销做好的，家家户户都买一台，也不是没可能。就比如空气炸锅，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会不会直接下单2000万台？利润虽然吸引力，但其中的风险太大了。如果卖不出去，我在卧室也做不下去了。如果山姆先生不愿意，那我就只有联系百事了。先不联系百事，筋膜枪的事情我去搞定董事会。那我就静待山姆先生佳音了。对了，山姆先生，你知不知道一个叫乔治的，姓氏是……爸，怎么了？怎么送卧室的人离开，你送的愁眉苦脸的？刚刚我收到魔都传真消息，江东那块地，他们不给我们，要给黄永昌那个狗东西啊！黄永昌，他都拿到假的光刻机技术了，不去鼓捣光刻机，还来找我麻烦。这魔都人也真是的，咱们在谈着，怎么能就把地卖给黄永昌呢？正常的，黄永昌是米国人，表面上资金也充裕，肯定给的价格也比我们的高，能拿下也正常。那咱们还要江东的地吗？哼，要我说那鸟不拉屎的地方，不要也成。咱们现在华生电子、华光电的地方也都够用。不，江东不行，在其他地方我也要大块地皮。为什么？儿子，
咱们现在赚了那么多钱，要那么多地有啥用？听说你还打算把华盛电子升级成华盛集团，有必要吗？有必要。华盛未来的产品会越来越多，必须做好分类，咱们也必须有自己的地方。儿子，你还准备进军房地产？房地产虽然好，但是都是赚自己人的钱，我也不是为了这个。我要建设的是军工产业链，需要保密，自己的地方才最安心。爸，不是为了房地产，反正你相信我就是了。成，我去帮你联系。真是巧了，没想到我到魔都中转，去其他城市考察新规划，居然还能碰到你们来接机。徐总，我们不用解释，价高者得，我明白的。哟，我当是谁？原来是徐大老板。怎么对江东的地念念不忘，都追到机场来了？是知道我们今天要完成签约吗？那倒没有，我只是路过，顺便来看看热闹。再说了，江东不行，还有杭城，还有苏城，我也不是非江东不可。黄总，我看徐恒生这样子，好像是真的不在乎江东啊。装的，一定是装的。他都追过来了，怎么可能不在乎？他怎么真走了？谁能想到，这徐总年纪轻轻的，能弄出这么多好东西？老梅，你听说了吗？他可是又弄到20亿美元的订单，是什么筋膜枪产品的？我听说了，早知道他的新产品、新产业层出不穷，让点地价，咱们也得留住他。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先让黄总签约吧，不能让江东鸡飞蛋打呀。黄总，签约仪式都准备好了，咱们现在启程。徐鸿生一定是装的，要不然他能走这么慢。乔治先生，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永昌集团的资金就要被你败光了。乔治先生，您都知道了？我当然知道了。黄，你可以呀、谁允许你用永昌集团的资金购买江东的地了？你难道不知道江东根本没有开发价值吗？这位先生，哪怕你是海外友人，也不能在魔都这样肆意妄为的。黄总，这位先生究竟是？我是永昌集团的实控人，也是投资人。永昌集团的资金由我做主，我宣布江东开发作废。这位先生，不能作废啊！江东的开发，我们已经和黄总谈好了。乔治先生，永昌集团现在的董事长还是我。我认为江东有开发价值，徐华胜选择开发江东，一定是有意义的。黄，我给你钱，是让你拿到光科技技术的，不是让你开发毫无用处的江东。但是乔治先生，光刻机的技术我已经拿到了，您之前私底下也承诺过我拿到技术给米国将获得巨额奖励，这笔钱我想要提前用于江东的开发。光科技技术，你是说这小子偷来的资料？你自己看看，你们两个蠢货的行动早就被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了。我的监控器效果不错啊，拍的果然够清晰。是你？你早就知道我会偷材料，猜到了，毕竟你这么贪心，不是吗？被知道了又怎么样？反正光刻机技术到手了。徐华胜，你别觉得自己了不起，我已经组建了专业团队，光刻机已经实现生产，还获得了不少订单。那你就卖呗。你这么自信？不对，你是不是又注册了专利？你放心，我虽然注册了专利，但是这次我不会告你的。你确定有这么好心？当然没有。算了，
我还是好心一回吧。你猜猜看，我既然知道乔然要偷技术，还拍了下来，给你的技术会不会是完整的光刻机技术？徐华生，你故意的。没错，我就是故意的。你自己慢慢猜，我给你的到底是不是完整的能量产的技术？你说你是硬着头皮生产出来，结果发现不能用，赔钱给订货的企业，还是放弃，现在就赔呢？魔鬼，你是魔鬼！比起你来说，我不算是魔鬼。上辈子你吸了多少华国的血，现在不过是点利息。处置先生，求求您救救我！江东的地我不要了，我只求您给我钱，让我解决光刻机已经卖出去的订单。你做梦！黄，我不可能再给你1分钱。不对，我还要追缴因为你的决策失误让永昌集团遭受的一切损失。光刻机空气炸锅亏的钱，你1分也别想赖掉。乔然，你想要跑到哪儿去？徐学长，你让我走吧，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别急嘛，接你的人来了。谁是黄永昌、乔然？放开我！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黄永昌、乔然，你们涉嫌在取保候审阶段擅自离开所在地，同时，你们的取保候审已经取消，跟我们回治安队吧。黄乔，你们放心，到时候你们出狱，我的人一定会高高兴兴的接你们回米国的。徐，久仰大名，我叫 George。徐，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米国呢？去米国干什么？吃半生不熟的米饭，感受米国人对我们华国人的歧视，永远当下手。这个徐怎么知道这么多？好像在米国生活过一样。徐，那些都是下等华国人过的日子。只要你来米国，我保证你过的是人上人的日子，美女、权利、金钱，米国都可以给你，还可以给你自由。不用，钱我不缺，女人、权利我没追求。至于自由，米国真有这东西吗？徐，你只是还没想通米国的好，你总会明白的。米国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周志先生，你何必对一个华国小子这么客气？因为他有足够的价值。这种聪明又有能力的天才，还会赚钱，就应该是我们米国人。当华国人太可惜了。那我们怎么才能带走他？看他的样子，不愿意来米国。哼，他总会愿意的。老梅，现在怎么办？咱们的江东开发签约还能继续吗？老吴，咱们还有一条路，哪怕丢脸，咱们也得上了。梅主任、吴书记，你们拦着我干什么？戏都看完了，我得赶下一趟飞机，去杭城考察新区开发的事情。徐总，您哪儿的话，哪儿还用得着去杭城考察？咱们不还有江东吗？怎么，吴书记现在是没了永昌集团，又想起我们华光电了？黄永昌这种被治安队带走的人，怎么配投资咱们魔都？我们知道的，徐总一直心系百姓，在之前的规划里也是发表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建设性意见。不用继续吹捧我了。现在你们的意思是想我继续投资江东？之前徐总提出的10万1亩地，我们可以同意。那是之前的价格。梅主任、吴书记，你们可能不知道，我要在申城建设新的工业园区。你们知道我给申城的购地款是多少吗？是1块钱。现在想要我在江东开发可以，我也只出1块钱，而且我要享受后续土地的所有权。1块钱，徐总，这太离谱了，不可能，申城也不可能答应啊！反正他们1周内给我答复，不同意我就再找同意的地方。华国这么大，总有愿意的地方。1周，我们也要1周，这事儿太大了，我们必须上报。好。小徐，大好事儿，大好事儿来了！你想要的魔都和申城的地都批下来了。那可太好了。小徐，你怎么都不激动？我还以为你会激动的跳起来呢。你这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能批下来一样。我的确猜到能批下来了，毕竟国家发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正确的东西留下来发扬光大，错的东西及时改正，避免更大的损失。虽然我提出的模式很新，但是很有发展潜力。我相信
上面会答应的。你小子怎么说话和老云一模一样？老云，潘老，您是说云老？老云不知老先生，你认识？我哪能认识这种大人物啊？不过上辈子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提出人就是这位云老。别说你从哪儿认识了，云老可是想要见你呢。见我？太好了，距离石油危机已经没有多久了，能见到更多大人物，说不定这次石油危机，华国也能分一杯羹。潘老，除了见云老，您能不能让云老再帮我联系一些其他人？老潘、老云，你们把我们叫过来干嘛？西部事情可多了，我可没时间耗在你们这些土地啊、外贸啊相关的事情上。小徐让我联系云老请人，没想到还真把人叫来，这些可都是各地军工产业大豪啊！小徐究竟想干嘛？各位领导好，我叫徐华胜，是华盛集团和华光电的负责人。一个商人把我们叫过来干嘛？怎么你还想卖军工产品给我们啊？臭小子，你开玩笑的吧？一个20出头的商人，你懂军事吗？还卖军工品，我怀疑你是间谍。老李啊，别急嘛，让年轻人说话。哼！我明白，大家对我有顾虑，我的确是想要布局军工产业，但是现在还不急。我想问问各位领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段时间世界上有点不太平。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是石油。现在全球石油需求旺盛，未来伴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全球石油需求量肯定会持续增加。所以呢，如果世界上有2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打起来，石油价格会怎么样？必定暴涨。没错，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了，而这场战争也会让我们看到钢铁洪流已经过时了。未来的战争是精确化、信息化，是空天一体化。说的好听，你说要战争就会来战争，还钢铁航流已经过时了，我看未必。那这位领导，你知道什么是精确制导武器吗？你知道什么是电子战吗？你知道什么是隐身战机吗？你知道什么叫海陆空天一体化吗？你知道什么叫信息化作战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战争最重要的还是军人的意志，武器是给人用的。以前我们华国的武器落后世界其他国家这么多，不一样把鬼子给打跑了。领导，要不咱们来一场军事推演如何？小徐总，你还会军事推演？不会，我感觉这玩意儿就跟下象棋差不多吧，反正就是对子。你当战争是儿戏啊？啊，不知天高地厚。行，我今天倒要看看你这狂妄的小家伙到底有什么本事。比就比。我先开始吧。A 军对凌晨对 B 军队发起攻击，首先出动电子干扰机对地方进行电子干扰，发射巡航导弹对敌方雷达站、机场、发电厂等设施进行精确打击。臭小子，你耍赖！世界上根本没有你嘴里说的武器，还隐身战斗机？战斗机怎么能隐身？还有这些武器装备得花多少钱？你怎么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就比如米国，精确制导武器很难吗？别忘了米国有 GPS， 只要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我们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那还有隐身战斗机呢？你就是乱编。至于隐身战斗机，米国一样可能有。这种隐身战斗机的原理就是用隐身涂层吸收雷达波，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至于钱，现在最有钱的不就是米国？只要有钱，穷则战术穿插，富则火力覆盖。能不用人去解决的，就不用人去解决。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华国的军队建设方向将会彻底的发生改变啊！没错，所以钱才是关键。我一路赚外汇，也就是为了这个。但是，还是太慢了，还是不够。你小子可是赚了上百亿了，还不够？不够。我想要的是改变华国军工体系，建造真正华国的信息化军工，让华国永远不会受制于人。没想到，你求的
竟然这般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领导一定也想要这么一天。华国人永远不会被任何国家的人掣肘。所以，这次石油危机，华国要参与，钱一定要赚到。具体怎么操作？就和炒股一样。小徐啊，没想到你说的竟然是真的，石油危机真的发生了，咱们华国可是在这里面大赚一笔呀！钱是赚到了，可是这次石油危机我们也看到了，华国和欧米国家差距太大了。隐身战斗机、精确预导武器，这些居然都是真的。我们华国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呢？很快，你们忘记了，我说过，我想做的可是军工生意，隐身战斗机、精确预导武器，甚至无人机、机载系统，我都打算做。军工电子是国防装备的神经中枢，也是信息化战争优势的核心。华盛集团准备从军工电子切入。华国的全球军工时代来了。